美国功夫熊猫来滑踢馆，被少林寺贪吃和尚5秒狂砸上百拳，当场被 KO 打得面目全非。赛后对着镜头哇哇大哭。镜头中这个乱蹦跶的选手就是嚣张来滑踢馆的美国大力士，号称功夫熊猫的史蒂文班克。虽然看他现在吊儿郎当、摇头晃脑的模样，但他可是实至名归的拳坛杀手，满身的肥膘就是他的杀手锏。蝉联了美国3年的冠军，此次来滑踢馆也是抱着称霸中国拳坛来的。而接下来出场的选手就是中方派出的第一位选手天山巨炮阿斯哈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红色短裤阿斯哈提，黑色短裤史蒂文班克，美国壮汉上来打得比较凶狠。重量级的对决往往都是在一瞬间，所以在进攻的过程中也一定要非常谨慎才行，因为双方的拳头足以一击致命。阿斯哈提现在围绕对手出拳出腿，现在场上的战况还是很焦灼的。不笑的比赛，对，刚刚我觉得阿斯哈提这个扫踢扫在对方的这个小肚腩、大肚腩啊之上得出效果。对，两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抗击打的这个防护太多了啊。在我们赛前的一天称中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所以只能是攻击最脆弱的部位，就是头部。啊，这是一个度秒吗？一个后手拳。没想到比赛结束的这么突然，不过这就是重量级对决的精彩之处，一旦命中不是重创就是 KO， 还是比较可惜。阿斯哈提没有将对手击败，不过也是因为对手的经验比他丰富。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很重啊，像35公斤这一拳打出去，力量确实很大。对。两人3番战啊，终于弥补了之前比赛的一些遗憾。对。我看到史蒂文班克的年龄在这，但是确实是优势还是很明显啊。第2位迎战功夫熊猫的选手是中国的邹立涛，红色短裤的就是邹立涛。虽然他的名气并不是很大，但实力非常凶狠。这次面对史蒂文班克，能扳回一局吗？对手上场比赛很快就将中国选手 KO。这场比赛，相信他也是想快速的终结邹立涛，步伐上逼得还是很紧的。虽然对手确实很嚣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实力堪称恐怖。毕竟是蝉联美国3年冠军的大力士选手，不仅是力量，还有爆发力都很强。非常强的这个容忍性啊，把腿扛了起来，都没有被摔倒。但是从体型上来看，确实邹立涛的体型就更加的硕大，都是100公斤以上的。是的，看到巨人之战是低扫地，来自邹立涛。邹立涛低扫地啊，预兆性非常小，而对于一个超重量级选手，这种低扫地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哇，前手的后手拳开路，以前手拳作为实拳发力拳。看到步伐移动方面，是邹立涛是更加的活跃。两人现在打得不是很激烈，首回合还是在相互试探的阶段，而邹立涛则是慢慢的拳法腿法试探，也是在寻找时机，想出其不意的将对手终结。毕竟对手的实力他也非常清楚，一定要做好很谨慎的防守。对手的身高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不过在力量上两人也相差不大。渐渐邹立涛将对手逼在了围绳边，随即就是大摆拳连续的轰炸，但是对手皮糙肉厚的抗击打能力堪称变态，最终还是被他逃离了危险的把位。对手经验确实很丰富，战地上方可以连续压地打。现在有一个可能，是不是功夫熊猫在有意的来保留体能？因为作为这种超大型的选手，体能往往在后半段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一个摔法看有没有？好摔，非常漂亮。大家看到，明显邹立涛在第2回合他的出劲儿啊不如第1个回合。看这样，可以接着打，多打几个有效。是的，也有可能邹立涛在第2回合想要去保持一定体力，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是3局。现在的邹立涛还是连续的组合拳轰炸，一点反击的机会都不给对手，看接下来的时间有没有 KO 的情况。不过对手的经验确实很丰富，没有一直让邹立涛占据上风，现在也是将自己的防守做到位。而经过长时间的重拳轰炸，现在邹立涛的体能明显出现了问题。对于重量级选手来讲，体能的消耗很快，这要非常小心啊，双方要小心，要小心，要危险，危险！第1次击倒，这就是重量级选手的比赛，经常会出现这种危险，起不来了。啊，比赛结束了，这个稍微有点意外。是的，史蒂芬有点可惜。班克
了，然后这场比赛也是史蒂文班克再次将中国选手 KO， 实力确实很凶狠。而对手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称霸中国重量级拳坛。史蒂文班克的战绩很亮眼，23胜，其中20场都是终结获胜，可见他的重拳爆发力有多强。很多中国悍将都是败倒在他的手中。而此次迎战他的选手名叫修鹏程，此时才20岁的年龄，看上去非常年轻。他是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看他的身形，满身的都是肌肉，没有太多的肥肉。我们直接进入比赛。双手陈佩，我是昆仑决的宋世杰，我是昆仑决乔博。哎，双方一上来啊，修鹏程倒是想先发制人，一系列的先下手为上才行，因为对方的这个战役显赫，体重要比修鹏程重20公斤以上。这个修鹏程的这个身材看起来很不错，是的，大重量级的肌肉线条很好。修鹏程是一名重炮型的选手，善于使用连续的重拳，刚刚也是给功夫熊猫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修鹏程上来打得很凶狠，而对面的选手一时间就陷入到了被动中，对手支撑不住，还有缠抱的动作，并且不放过打击的机会，这一点就能看出对手的经验丰富。而修鹏程完全不在乎对手，他就只管出拳。之前他挑战的中国选手统统被击败，这一次修鹏程一定要找回中国重量级的颜面。强毒了，谁能想到我他能站起来吗？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功夫熊猫居然被修鹏程攻击，被强夺。对手没有放弃比赛，还是要继续比赛，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修鹏程就不会给对手机会了，他就是抱着 KO 的目的来的。结束了，结束了，这个结束了，一战成名，修鹏程一战成名在昆仑决，他居然 TKO 了，拿到比赛超重量级的冠军。修鹏程的胜利，让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了一系列修鹏程和昆仑决的重量级的一系列明星的对决。东欧巨炮安德雷，还有坏小子罗曼等等一。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修鹏程的拳头很重，将对手逼在这个角落里，让对手根本喘不上来气，并且还将对手狠狠的暴击。再一次恭喜修鹏程赢下比赛的胜利，打得很精彩。熊猫获得 WBA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啊！是的，居然被20岁的小将修鹏程 KO 了。而史蒂文班克被修鹏程 KO 之后，心中一直不服气，认为自己就是不小心中招。他这一次再次来滑踢馆挑战，扬言这一次他一定不给中国选手机会，就等着被他的拳头 KO 吧！狂，实在太狂了。这一次中国少林小子叶翔出山，他是真真正正在少林寺习武多年，平时的训练也很多，也让他吃的很多，便得到了一个贪吃和尚的称号。他浑身的本领没处施展，这一次遇到了嚣张的美国选手，他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叶亚维，功夫熊猫史蒂文班克对叶翔，对，叶翔是拿到了基本上算是3档届的大满贯，对。这也是我们昆仑决首次和中国武馆中心全力合作的第1场比赛啊，对，之内的选手，哇，漂亮！哦，叶翔出的很猛啊，对，功夫熊猫有点招架不住啊。大级别选手是扛着大规模杀伤武器来的，哦，这已经战力已经晕掉了，战力已经晕掉了。哦，这叶翔出手，叶翔好样的！半分钟的时间就将对手终结了。赛后对手整个脑瓜子都是蒙圈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终结了。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回放。如果在站立的时候受到重击，裁判介入的话，那就是要终止比赛。是的，是的。我们再看这个慢镜回放啊。哇，我们可以数一下多少拳？3、4、5、6、7、8、9、10、11。哦，这拳哦，眼神已经不行了。哇，将近这已经超过20拳了。哦，你看已经软了，手已经放弃了，已经是站立的时候就已经晕掉了。对对对，所以我们的裁判介入是非常准确的。对对对，这庞老师在一个保护，还得是叶翔啊，少林小子的称号名不虚传，毕竟也是拿到了中国散打界的大满贯，肯定不会给对手机会的。上来就是连续的组合拳，心中的愤怒也一拳拳的砸在对手身上。叶翔赛前说，只要打败了功夫熊猫，那他就是国宝。果然是言出必行，打得十分精彩。大家觉得中国硬汉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他的胜利让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了一系列修鹏程和昆仑决的重量级的一系列明星的对决。
东欧巨炮安德雷，还有坏小子罗曼等等一系列对手，相信修鹏程面对于内线的高手也会有出色的发挥。可以说修鹏程一战成名。我们有机会在大级别看到中国选手了。是啊，你想，功夫熊猫获得 WB